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陈，23岁，来自山东，是一名后厨，欢迎小陈，有请。女嘉宾小林，26岁，来自浙江，是一名职员，有请小林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谈了多久了？谈了有1年多了吧。怎么认识的？就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。他是做菜去了，菜特好吃，你们就好了。对，那次聚会所有的菜都是他负责的，相当不错。谁说的抓住男人的心要抓住男人的胃来着？抓住女人的心也可以抓住女人的胃，一样的啊。喜欢他吗？喜欢他。啊，还比你大3岁是吧？对对对。都说女大3抱金砖，是不是？对。觉得抱了金砖了吗？现在还没有那种体会吧。哦，现在还没有那种体会。谈了1年多是吧？嗯。怎么样？怎么就不行了？怎么就心悸深了？怎么就不寒而栗了？他就是表面上什么都一团和谐，好，不会跟你争执，也不跟你吵。啊。但是吧，就什么事都往心里搁，跟你较劲儿。完了还会就整一些各种奇葩损招，报复我，给我颜色看，就这种。我的天哪！你能给我们讲讲奇葩损招吗？你这也太冤枉我了。举例。就这次中秋节这事儿吧。嗯。你看我跟他交往这些时间了，也挺想见他父母的一直。然后他呢，1年到头工作也很忙嘛，也想跟父母团聚。那我就想借这次机会就一起聚一聚呗。到接他父母那天呢，他刚好是工作比较忙，然后就说这事我来负责，那我答应了。但是特别不巧，就是我那天也接了个公司电话，说有个加急项目必须要我做。嗯。那我就做了。那一忙起来呢，就把这事儿确实给忘了。过了那个点儿，一过了那点儿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赶紧给他打电话。他接着说也没指责我，也没骂我，说怎么样？他说没事，理解，你工作忙嘛，你就忙。啊，这边我父母已经接过来了。安排好了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但是接下来那几天中秋节，我就是没见到他们仨。为啥？当时他就承诺，然后就说到时候我父母来的话，他到时候他招呼，然后到时候他接他们。但是当时我父母来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去接，明摆着就是忽略了我父母，对我父母不上心，埋汰我父母。他既然说不想见的话，那就不要见了。我就觉得很可笑，你知道吗？这事是我提出来的主意，我特别想见你父母。你说我怎么会忽略不想见呢？而且我当时忙起来那个劲儿你也知道，我就是忙起来忘了这事儿。那你当时那个想起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那如果是你亲生父母来的话，那你肯定有时间去接了。我忙起来这劲儿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我亲生父母来，我也一样会忘的呀。谁也不是故意的。男生为这个事儿就较上劲了是吧？那你还想跟他好吗？想就让他见你父母啊！当时我不就是想的就是给他点颜色看看嘛，让他长长记性。你看今天他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你这么做你就没想过我将来跟你父母处，那他们怎么想我呢？那你要是当时去接我父母的话，那现在不什么事也没。我们先放在这儿吧。其实看起来都挺成熟的哈，都是考虑不周，也就不要互相指责了。就这个是吧？就伤了心了。没有，还有一次比这更严重的。哦，还有呢。他呢后来说带我去厦门旅游哈。我当时挺高兴的，我说叫了一帮朋友一起去。结果你知道领着他叫谁？他把前女友叫出来了。那我叫我前女友那还不是有原因的嘛？为啥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然后我心想呢，我父母来这件事吧，闹都挺不愉快的。然后我就想着带他去厦门旅游玩一下，过个2人世界，这不也挺好的吗？他一听，然后我要带他去厦门玩，他就给他那些朋友打电话，然后带朋友就带朋友吧，而且还带上他，就是之前追过他的一个男生，那我心里肯定就不对劲了。那男生是追过我，但我后来就有没有拒绝他？那人家以为你对他有意思，说不定人家还对你有什么企图呢。我叫的是一帮人，而且一帮都是普通朋友，我跟他之间确定没有暧昧关系。那你倒好，你叫的是前女友，你们之间要是清白的话，怎么你一叫他就到啊？那我当然给我前女友是那个清白的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是很介意我那个朋友，对吧？你要是不想让他来，那你直接就跟我说，让我别叫他，那我肯定不会叫他的。你当时他没有说。他却临了给我这么一出。我其实很好奇啊，他约你去，你叫一堆朋友干嘛呀？因为我们这帮朋友都约好了，就谁要有机会去厦门玩，就叫上大伙儿一起。为啥呀？因为我们之前约定嘛，就几个要好的朋友，他们都想去厦门玩，而且他也没有当时没有。那你跟他们去呀？他们都没有去过厦门，我是他们中间的第一个人来厦门有这次机会，所以就由我来叫了嘛。不是，这不是你男朋友请你去吗？那我想大家一起嘛，然后顺便把这2个事就一起办了。他也没说不喜欢，我想人多热闹嘛。然后这还要他说吗？你当他是男朋友吗？是，我都是普通朋友。那你叫那些朋友跟他商量了吗？
我跟他说了，他当时没有说不同意，打电话的时候他在旁边不知道。你为啥不说不同意呢？当时他就说叫他一朋友，但是我也没有多问，然后我就想着你叫你朋友，肯定有可能是女孩子吧，当时我就没有多想。啊，就有男有女，都是好朋友嘛，他都知道的。挺奇怪的，我不知道这恋爱是怎么谈的哈。还有别的吗，姑娘？就是我就发现这又算两面派的一个证据了，对，这个是吧事儿是我最过不去的，特别伤我心的一个事儿。伤你啥心呢？他把前女友叫来了，而且他前女友一叫就到。我就想着让他也尝尝这种滋味，然后让他体验一下我的感受。不是他这个人，他一开始他从头到尾就是这样人，就是跟你置气，想招对付我、整我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都被他搞得没有底，挺怕他的。从一开始吧，他还不严重，就是有那个苗头。我是怎么发现他这个毛病性格呢？就有一次我拿他手机看他的那个朋友圈啊，我发现他就设置了很多那种仅他本人可见的那种内容，上面都是大大小小我的罪状，吐槽我。其实那件事儿吧，真的都是很鸡毛蒜皮的，我都没记在心里的。比如说有一次在我家那个做面膜，我们俩一起做，我看他那个当时那个样子挺逗的，我就说你跟小白脸一样，我说以后我养着你吧，真的就是一句玩笑话嘛。他就把这事记进去了。然后还有一次在我家做面条吃，他在厨房里叫唤，我过去一看，其实就是那个水烫到他皮肤了。我说你怎么跟个女人一样，这也要叫？这无心的一句玩笑，没想到他把这两个事儿都写到日记里了。你说哪有自己女朋友说自己男朋友像小白脸一样？第二次之后，然后我就去他家给他好心煮面条吃，然后那个我被水就是烫了一下，我心想就是让他安慰我一下，然后他不但没有安慰我，还说我像女人一样。你说那我心里能好受吗？所以说当时我就设置了一个仅自己可见的那个朋友圈，我就是写了一下，然后自我发泄一下，这有什么呀？当时我就是以为是玩笑，他当时也没有不高兴的样子。你说你记他干嘛？你是不是想找我秋后算账啊？我说咱俩以后有事你要当面沟通，为了咱俩长久发展。他还答应我了，说这毛病要改。结果还是没有改。有一次我去酒吧，然后我让你去，你又不去，然后你后来就生气了，把这事儿你又记到日记里了。特别好奇啊，就是他写个日记，你老看他的日记干嘛？我承认我有时候比较好奇，而且他也知道我手机的密码。不，我们俩互相手机密码都知道的。我觉得一个人想点什么，不代表他就真想干什么，是吧？我们不应该控制别人的思想吧？我倒不是控制，但是我就是偷偷看的。等我发现了这个让我特生气的，我才跟他讲。对呀，人家写完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？因为当时吧，就是我写完那个日记之后，我也没有说那个向朋友就是公开什么的，只能就是我自己看见。然后他就感觉。我觉得这对你应该没伤害吧？我就是觉得你有事儿你不说，完了记完了他还不删，他永久性存着，我觉得心里没底了。我这每天念我害怕他以后那个翻旧账，老是清算你。对，你们俩恋爱谈的还挺累。而且后来他越来越过分，就直接动手插足我的隐私。我只是看他日记，我没有说更改去影响他怎么，他直接就好删我通讯录。那还不是都是有原因的嘛？当时我就是看他手机之后，看到他手机上有一张就是他和一个男生就是合影的，当时我一看我就来气，直接我就咔一下就给删掉。不止删这一个吧，那个男人合影是这样，前几天活动合影，那张照片我照的很好看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说你传给我，然后从那以后呢，这人就找不着了。我当时也没有多想，我就觉得可能是手机出毛病了怎么样。但是从那以后，我发现啊，只要但凡就跟我近期联系比较密切的异性，那肯定一准陆陆续续这人就找不着了。不是，那你说，然后我回忆，因为密码只有他知道，然后他那阵子总是有事没事划拉我手机，那肯定是他做的。那你说那个他给他那些朋友吧，就是经常在一起就上班会见面嘛，那还不够吗？晚上你说有什么好聊的？所以在你的逻辑里面是，你们白天可以见面，晚上就别聊，是吧？你说你要是介意我跟谁聊多了，当面锣对面鼓的沟通，那是比较好吗？不是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那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不跟我商量，他偷摸摸就自作主张就把我通讯录上了，他完全不管这事给我带来什么影响，工作生活。其实我好几次都是很着急找他们是有事儿，就因为他这样自作主张，然后到现在他也认为这事是我不对。有一次就是我朋友要离开北京，而且很要好一个朋友哈，就让我们一起去打台球，就临走前聚一下。我让他去，他又不去，但是他很高兴的说，那你去吧，很理解那种态度。那我就放心大胆的去了嘛。结果去那儿台球打了就有一半的时候，他朋友就给我打电话，就劈头盖脸就一顿说，
啊，你怎么他了？你怎么就抛弃他了？啊，他自己一个人怎么就这样了？这小伙子对你怎么不好了？就类似就诉了一顿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就懵了，我就不明白怎么回事。那我就过去看嘛。结果过去看的时候，他是吧，就酒没喝多少，然后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让别人来说我。当时我喝多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呀，他就这么冤枉我。你酒量多少你不知道吗？那天才喝了多少？当时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。你说你要是他平常酒量多少？那天喝了多少？他至少他能喝1斤白酒左右。哦，那天喝了多少？也就3、4两吧。哦。你不知道有句话说的叫人有烦恼人自醉吗？哦，人有烦恼人自醉。我问一下啊，姑娘，你喜欢他什么呢？因为我就是挺喜欢他，对我很细心，然后又很会照顾。完了，我也喜欢做菜好吃的那种男人。他平时也挺细腻窝心的一个人，是这样的。就是你当时也没考虑年龄啊、乱七八糟这些问题是吧？我倒是不在意这一点。你在意吗？我不在意。你们俩谁先追的谁呀？当时我是追的他。追了多久？2、3个月吧。2、3个月。现在谁想分手啊？我是因为他种种变本加厉这种行为，然后我私下里跟他沟通过，他从来就闭口不答，不跟我深入交流。那他这次叫我来呢，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平台这种方式，希望我们俩能真正的好好的沟通一下。是他叫你来的。你为什么叫他来啊？我当时就叫他来之后吧，我就想着然后利用这个平台，就是好好给他交流一下。交流啥呢？交流一下就是我身上的错，然后他身上错。你身上有啥错呀？他不是就是认为我老是给他置气嘛，然后就是有什么话不给他说嘛。你觉得是错误吗？但是我没觉得呀。我是真的挺怕他的，我觉得有点累。你说谁心里有底？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事儿，你又让他不舒服了，然后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馈我，不是就是怎么让我给我颜色看我怎么样？明白，理解，挺理解的。我觉得他挺有心机的。好了。你们看怎么办吧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你刚才话语的很多内容听起来似乎是跟男朋友在吵架，但是你的语态啊不是吵架，就是在批评，屡教不改啊，你就不听话，不想吵。我明白呀，所以你把自己定位你们的关系当中，你就是一个强势或者稍微比他要强一些的状态。那当然了，你这个人家父母来了，你不够重视，人家就要使小性子呀，人家就要3天不让你见，我能理解。你冷静下来不能理解吗？我真的不是不重视，我是很想见他。我知道嘛，那就有些大男人，我们听到那个熟悉的模式就是嘛，哎，这个宝贝儿，我这工作太忙了，我忘了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不重视。你也一样啊，你重视但你忘了，因为你的心很大，你有很多事情要想，要工作，要朋友，要兴趣爱好，还要打台球。他就守在家里的那一个，所以其实你定位了自己的模式就是这样的，但是你又做不到让他觉得一切满意。而这个男生呢，你既然一开始就选择比你大3岁的女孩，你看中的就是她的成熟胸怀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哎呦，不任性啊，这个不矫情，你觉得很受用。对呀。但是你又不甘心啊。你不像很多这种乖巧小女生，知道我男朋友在外面很忙，你不愿意做这种在家等待的男人啊，你不愿意蒙上面膜之后，这个女朋友开句玩笑，你就受不了。你并不是想做一个小男人的角色，所以从感情的最初，你其实贪恋的是他的成熟，而到感情的如今，你所厌烦的正是他的成熟和独立，甚至是把你当成了小男生。你想反抗了。现在还好，你只是偷偷删他的什么通讯录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你们不及时调整，一定就是你不见他了，最后就是你离开他了。所以其实你们真的要静下心来谈一谈，彼此是什么性格，在爱情当中能承担什么样的角色，不要跨界。抓紧调整啊，调整不好，那就只能分开了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徐总。你们2个在一起听谁的呀？他说的对的话就听他的，然后我说对他就听我的。什么时候听过你的？就是他当时说，我就说去接我父母那件事吧，然后我说那行。但实际结果并不是这样，他没有去接你的父母。我们不管什么原因，你觉得跟他说服他听你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？对。有过这样的尝试？有。无数次都失败了。所以说在家呢，很明显就是听他的嘛。他说你像个女人一样，是吧？
其实实际呢，你根本就不如一个女人，尤其是你不如面前的这个女人。她对你的工作满意吗？她对我的工作还行，挺满意的。表现在哪方面？就是你能给她做一手好饭，对不对？其他呢？你们俩谁收入多呀？她收入多一点嘛。那我明白你所有的这些行为表现是什么。你其实是想要你的话语权，但你真的跟他沟通是无果的。你一定开始试图跟他沟通的，但都不如你的愿。你肯定不是开始就在记那个日记，你那本日记里头都记什么呢？就给自己看的那部分，只是记这些你的生气的事儿吗？有没有你们之间高兴的事儿？没有，上面都是涂炭我。全是你的账。我看到的都是我的账，而且我认为他就是故意寄给我看的，因为我知道他手机密码，他也知道我经常会看他手机。他一定就是给你看的，用这种方式才能让你知道。而我之前跟他沟通过。我觉得你其实人为的你自己忽略了很多事情，你屏蔽掉很多事情。就是当你们开始在热恋的时候，当你们第一次发生矛盾的时候，他一定是试图说服你的。但为什么现在不是？不但不是，反而就拿你的话说，背后来算计你了。而且在我听起来是一次一次的升级，最后已经触及你的底线了，带着前女友来了。为什么呀？这里都是他的问题吗？我有问过他，他不跟我说，而且我不是不要问他，他觉得跟你说不通了，因为他说出你的问题，你一定会反过来说这其实是你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当时吧，我就心里想的就是，如果我要是说正面和他发生冲突的话，两个人的感情肯定会越来越淡。所以说呢，我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呢，就是说让我一个人承受，然后我就是事实是这样吗？你别说一面做一面好吗？你又来了，我都让我承受吧，然后你去玩吧，你开心就好，然后反过来呢，就给你一记有力的打击。所以啊，姑娘，这样，他比你小3岁，他各方面都会小。你要真是觉得他还是一个可以改变成你希望的那样，或者说现在这种状态什么都好，就是这点不好的话，先把你的姿态放下来。之所以他做到不能跟你正常的交流，就是因为你太强势了。可能有些事情你已经自己不够意识到，但是的确你做了伤他自尊，做了不给他跟你沟通的这种动力的事情了。所以先把自己的姿态放下来。如果说你真能跟他无畅的沟通的话，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干这个的。你也是，你不喜欢人家说你像个女人是吗？那就像个老爷们儿的样儿，行吗？行。大大方方做事儿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大方方说出自己的观点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周老师。胡老师，专家们说你是大女人，他是小男人，我觉得不对。你不是大女人，大女人有大女人的智慧，你没有，你是不长脑子。哪有跟男生去旅游叫上一帮朋友的？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干这事儿。你顶多算是个大人，大的没心没肺。他不是小男人，小男人最多是撒撒娇，埋怨埋怨，抱怨抱怨。他不一样，他报复心重，笑里藏刀，秋后算账。你不是小男人，你是小人。我最痛恨的就是这种小人，就明着跟你不来，背地里面啥都来。表面上笑嘻嘻，背后什么招都使。表面上来说，一大一小应该是互相匹配的，但我却觉得你们完全不适合在一起。虽然说爱人之间要互相互补，一大一小看上去好像正好是，但是互补的前提是可以互相的转换。你没有大女人的智慧，无法去化解她的小，也无法去引导她的小。同时，虽然你大，但其实是在整个的恋爱过程当中，你是属于弱势的一方，他是属于强势的一方。你是明箭易躲，他是暗箭难防。所以其实我认为你们俩根本不适合。其实男生适合找一个有智慧、心胸宽广这样的女人来化解他内心的小，让他自我感觉到羞愧，他才会慢慢的走出那个小。但你一定不是。你没有这样的智慧，你如果继续跟他下去的话，你估计受到的伤害还会越来越多。我不认为你是小人，我更愿意相信是个不懂事儿。没有人喜欢这种笑里藏刀、背地里面使招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喜欢的。但是有一些人的这个性格的表现，
恰恰就是这样，他不是在处理问题上面，他是在针对自己的一些事上面，他会那么去想，比较偏狭，比较狭隘，啊，换个角度去想，就即使分开，多想对方的好，好吗？我相信他给你留下过很多的美好。是。以后再谈恋爱，别看人的日记了啊。以后坦诚一些，好吗？好。好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港蓉蒸蛋糕，好吃不上火的黄金60秒。其实吧，我就是想说，就是我认为哈，就是从这一件件事来说吧，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我也有错，然后你也有错，我希望我们彼此就是改一下，然后我想和你继续下去。我因为接二连三的事儿，我心里确实是没有底，因为咱们以前沟通过，你答应过要改，但是老总这样，我现在我觉得我需要再考虑一下吧。我可以就是当着这么多人面，然后就是在这答应你，然后就是我所做的那些错事吧，然后我从此以后就是改掉，希望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再好好考虑一下，为了咱俩好。刚才大家的意见。好，时间到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女生觉得男生时时处处都在设计她，男生觉得自己时时处处都在被否认，甚至在日记里面写下自己内心的旁白，都被上升成了一种罪，也挺可怕的。如果这么纠结的话，干嘛还要在一起谈呢？看看开门。哎，来嘛。你就跟我说一句实话，你想跟他分手不？不想。你接受这个结果不？现在结果已经成这样了，那我也得默默的接受了。我送你一句话啊，孔子说过一句话：“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，近则不逊，远则怨。”就离你近一点吧，你就桀骜不驯；离你远一点吧，你就埋怨个没完没了。你以后稍微心胸大一点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身边不管是爱人还是朋友，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，那只有敬而远之。坦诚就好，好吗？好。知行言行合一 ，OK 了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你啊，加油啊！